这是在海昏侯大墓里发现的200万枚汉代五铢钱堆成的钱山。据现场工作人员说，奇臭无比，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铜锈味儿。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多金的王朝，而海昏侯大墓里出土的黄金就超过了现今所有汉墓黄金的总和，高达115公斤，其中包含鸟指金、麟指金、金饼、金板480余件。这种1公斤1块的金板是首次发现。抛开文物价值不谈，这些黄金现在的市面价就高达5000多万。难怪说汉墓10室9空，这些纯度高达99%的黄金就是盗墓贼疯狂的原因。古人视死如视生，生前什么待遇，死后照样安排。但你也不可能拿着黄金就出门消费吧，还得安排些日常用的盘缠。这就有了视频开头您看到的200多万枚五铢钱堆成的钱山，共计10余吨。我们常用腰缠万贯来形容一个人非常有钱，那您知道1贯钱是多少吗？过去把1000枚钱穿在一起称为1贯，后来科学证明，长期在腰上绑1万贯钱容易腰椎间盘突出，所以还是共同富裕好一些。从文物的价值来说，黄金并不是这座墓里最珍贵的，因为这里还出土了很多改写历史的大发现。这是一面2000多年前的穿衣镜，打开柜门，里面就有面巨大的铜镜。更为震撼的是它的背面画有中国最早的孔子画像，颠覆了传统画像当中孔子的形象。画像旁边的文字有记载，孔子的身高7尺9，换算过来在1.82米到1.85米之间，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。在这个大墓里还出土了很多比墓本身年代更早的一些古董。您看这个青铜提梁俑，这就是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，它呢比墓主人所存在的年代还要早了700多年，可见啊，这个墓主人生前也是一个古董收藏家。这是一套体积巨大、结构非常精密的青铜蒸馏器。一般认为啊，在汉代这种巨大的蒸馏器多用于修炼仙丹，但有意思的是，这一套蒸馏器是发现于墓室当中的酒具库。如果它是用来酿造高度白酒的蒸馏器的话，那就要把我们中国人喝高度白酒的历史向前推进1300年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当然，它是不是真的用来蒸馏高度白酒的，咱们还要进一步的去论证。我们来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产品设计，这个青铜燕鱼钢灯。这个灯啊，它是一个大雁的造型，大雁的脖子呢是中空的，在大雁的身体里是放了一些清水的。这个灯怎么使用呢？当需要使用的时候，点燃灯，灯在燃烧的时候产生的黑色的烟雾，顺着大雁的脖子被大雁身体里的清水吸收，这就非常的环保。当你需要移动使用的时候，握住手柄就可以把灯单独的拿出来。如果你觉得灯太亮的话，可以移动这个灯罩来改变灯的亮度大小。环保、实用、多功能。不同寻常的还有大墓里的真车马陪葬坑，看这个气势啊，都快赶上秦始皇了。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首次发现用真马陪葬，共有5辆马车、20匹活马殉葬。整个海昏侯大墓一共出土了15000多件文物，是马王堆汉墓的3倍多。墓主人海昏侯如果只是一个诸侯王，何来这么大的阵仗？当墓主人的私人印章出土时，这一切就可以解释了。这是一个螭钮印章，西汉时期有明确的官印等级制度，列侯乃至丞相都只能用龟钮印章。螭吻是中国神话龙生9子当中的第9子，墓主人还的确是个龙种。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倒霉的皇帝，在位时间只有27天的汉废帝刘贺。在他短短的34年人生中，做过昌邑王，做过皇帝，做过平民，做过海昏侯，人生大起大落，比过山车还刺激。他在死前的2年来到了现今南昌一带任海昏侯。史书当中关于刘贺的记载非常的少，若不是这座大墓的开启，他应该是最没有存在感的皇帝。